可是我看到这里我是有点难过，因为我非常内向，我是个大 I 人，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社交恐惧症，我觉得，所以可能就越来越不好运，会不会？哭哭哭。Hello， 我是 BB，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本书《幸运超能力一次学会》。这个是最近出版的书，非常感谢出版社寄这本书给我，而且他们说有2本要送给观众哦。抽奖的办法在最后会介绍哦。运气绝非天注定，幸运能力你一定可以学会。天天看星座，出门佩戴幸运物，却还是诸事不顺吗？其实问题在于你没有学会让自己幸运的能力。作者是个外国人，叫做彼得·霍林斯，他长期是从事心理研究的，所以他非常想要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运气这一件事情。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运气好像没办法自己掌控，作者呢就致力于用一些科学研究来发现让自己运气好的方法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你变得更幸运吧。第一点就是用视觉化还有自我肯定的力量，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幸运哦。视觉化就是在脑中想象事情会发生的经过，想象你要的结果，它可以是很动态的影像。视觉化用在显化中也是非常有效的哦。如果你有个梦想的话，你可以常常去想象梦想已经达成的画面。当你的梦想已经实现的时候，别人会说些什么呢？你自己会感觉怎么样呢？那个画面大概长怎么样呢？可以去想象这个画面，就可以帮助你显化梦想。曾经呢，有人做实验，他们找了3组人马来打篮球。第一组的人，他让他连续20天，每天都练习投篮。第二组的人只在实验的第1天跟最后1天投篮。第3组人在实验的第1天跟最后1天投篮，但是中间的每一天都要花20分钟在想象自己在投篮。20天之后呢，他把这3组人马再集合起来，让他们实际去投篮，看看有没有进步。第一组的人，因为他们连续投了20天，所以他们的命中率上升了 25%， 有进步哦。第二组人呢，他们只有第1天跟最后1天有投篮，中间都没有练习，所以他们的命中率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并没有进步。第3组人呢，就是这个实验中的重点，他们在第1天跟最后1天练习投篮，但是中间都是用想象力的力量去想象自己在投篮。结果他们的命中率竟然上升了 24%， 几乎就跟第一组人马一样都有进步耶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他们中间都没有练习投篮，却还是一样有进步。这个实验就证实了视觉化是有办法帮助人成功的哦。怎么样个性的人会比较 lucky 呢？英国的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运气，他们发现呢，有某一些人格特质的人运气会比较好，那就是很外向、很 open mind， 还有情绪稳定的人比较幸运。他讲到外向可以让你提升好运，外向呢是因为有自信有活力又健谈，所以可能会比较好运可是我看到这里我是有点难过，因为我非常内向，我是个大 I 人，所以他说外向的人比较好运，我真的觉得那内向的人怎么办？内向的人怎么办？那他说外向的人因为很健谈嘛，精力充沛，在人群之中总是特别显眼，所以他们经常遇到好运。因为我是个大 I 人，但我也觉得我算好运吧。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外向还内向呢？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你的运气吗？不过真的要说的话，我有几年的时间是比较外向的，例如说刚上大学的时候，就会很积极的去认识别的同学，然后参加什么很多社团什么的。我那时候一次跑了好几个社团，那时候真的很外向，然后运气也不错吧，就是好像生活中会有很多好事发生，然后还因为认识很多人，就参加到免费的5月天演唱会，的确是非常好运啦。可是我真正的个性是很内向的，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社交恐惧症，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参加很多人的 party 那种的，所以可能就越来越不好运，会不会？哭哭哭。第二点就是要保持 open mind 的态度，对很多事情都保持一点开放性，可以接受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，会比那种个性非常非常保守的人还要更幸运。因为 open mind 的人，他们遇到机会的时候比较容易去把握，他们也比较愿意接受各种不同的挑战。再来就是要有稳定的情绪。什么叫稳定的情绪嘞？就是比较不容易生气，不容易焦虑，不容易紧张跟嫉妒。
所以情绪会比较稳定一点，那会比较好运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稳定的人就是比较冷静，比较放松。冷静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各种的机会。但是容易紧张的人就会比较容易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，没有办法去看外界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抓到机会。好运的人也通常比较乐观，因为他们随时的心态都是我一定会成功。那要把握住好运机会的方法，就是要听从你的直觉哦。好运的人常常都会听从自己的直觉，会做出一些有一点冒险的事情。不好运的人常常没有办法听从自己的直觉，也许他们一开始有听到，但是他不会跟着去做，他会一直分析这件事情的好坏利弊，一直分析到这个机会跑掉了，然后就没有办法把握住。听从自己直觉的人呢，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做正确的决定，而且通常也都是正确的。这让我想到哈利波特的作者 J.K. Rowling， 他曾经呢非常的失意，他那时候失业，又带一个小孩，刚离婚，几乎快没有钱养活自己了。可是他一直都很想要写小说，他心中有一个很棒的故事，他想要把它写下来。所以那时候呢，他决定要每天去咖啡店，好好的把他的小说写下来，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即使别人都觉得他应该要去找工作才对，怎么还会在咖啡店里面写小说嘞？他在咖啡店的时候，那 idea 就源源不绝的一直进入他的脑海里面，他就一直写，很快就把哈利波特第一集写出来了。但是要去找出版社的时候，却也遇到很多困难，有好多出版社都拒绝他的稿子，因为觉得这一类小说已经很多了，觉得不太可能大卖之类的。他心中有一个声音说，找到出版社以后就没事了。他知道找出版社很困难，但是一定会找到的，而且一定会顺利发行的。后来也真的有个出版社愿意发行他的小说，然后哈利波特就诞生了，从此就大卖，他再也不用担心生活了。当初就是因为他有听从自己的直觉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即使旁边的人都觉得你应该要去找个正职工作啊，怎么还鬼混在咖啡店呢？他还是不听那些声音，要专心的写好自己的小说。所以直觉真的是很重要的哦。平常可以用一些小事情来练习你的直觉，像是中午要吃什么啊，这种简单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决定。常问别人的话就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了，就没有办法听从自己的直觉了。所以尽量让这些事情都自己决定哦，就可以培养你的直觉敏锐度。那这次呢有2本书要送给大家哦。抽奖的办法就是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。这个活动仅限于台湾地区哦，海外的朋友就不好意思了。1个礼拜之后就会抽出中奖的观众咯，详细的抽奖办法也会写在置顶留言处哦。上一支影片我介绍了一个日本的亿万富翁，他教大家怎么变成有钱人，内容非常精彩，在这里可以去看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